每次考试我都把分数精准控制在90分，原本想做一个低调的控分狂魔，不料一次奥数考试暴露了我控分的事实。江南，你睡醒了没？江南又是江南，居然连夺命女魔头监考他都敢睡觉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得不耐烦了。这下子他肯定完蛋。卧槽，不愧是男神啊，连眼皮子都没睁，却能轻易挡开女魔头的闪电9连弹，简直牛逼可辣死！我连墙都不服，就服男神。江南，你给我起来！老师，考试结束了吗？班里竟有这样一个奇葩学生，真倒霉！不要以为你之前考试能够及格就了不起，这次数学突击考，你难道还可以及格吗？应该也可以吧。江南，这次考试若你还能及格，那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；但若及不了格，以后你就必须认真学习，不准上课睡觉。老师，你确定只要我这次考试及格，以后上课睡觉你都不再管？千真万确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次数学考试看着很难，江南能及格的离谱程度，跟男足夺冠世界杯差不多。要疯了，要疯了！为什么这次考试这么难啊？那些题我都算不出来。很难吗？我觉得挺简单的。我呸！你一脸盐汽水，王胖子，你当然觉得简单，反正你全都是乱蒙。江南，你跟班主任打赌，说这次考试肯定能及格，真的吗？当然，你知道我的水平，虽考不出你那样的高分，但保证及格还是没问题的。可你不觉得这次考试很难吗？难吗？这不过是你们这些学霸的推辞罢了。那些题目实在太难了，王胖子不知道很正常，但你难道没发现吗？发现什么？这次数学突击考试用的可都是全国奥数竞赛的模拟试题啊，我考的可惨了，估计连30分都拿不到。啥？你说的啥玩意儿？这特么是全国奥数模拟题？完犊子，貌似要出事了。白英英可是学霸，成绩向来不错，即便考得太差，也不至于拿不到30分。曹老师，你这次是不是拿错卷子了？这份卷子可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啊。哦，还真是，昨晚喝大了拿错了。你拿奥数题给那些普通学生做，这不是半道上拔气门芯，为难人吗？现在距离高考也就100多天了，该是给学生们加油打气的时候，而不是去打击他们的信心。考都考了，顺便看看他们数学潜力如何，先阅卷吧。这样吧，这次只统计一下及格人数，其他的不统计了。啥？只统计及格的，那就都不用统计了。应该这题根本他们考不及格，我和李老师2个人做这套试卷才勉强及格。等下，我这有一个学生及格了。什么？胡老师，你仔细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江南他居然得了90分，江南10分钟就答完题，然后呼呼大睡到下课，居然也能考90分。控分，江南那小子十有8、9是在控分，他只有1道题没答，其他的全对。而且这小子的近几次成绩我记着都是90分。控分，但他上课天天睡觉，还打呼噜、磨牙、放屁，之前熏晕了好几个同学呢，他不可能做到控分。他是控分在90，而不是只能考90分，这两者之间相差何止万里。我上午考试考砸了，待会怎么面对数学老师啊？切，又来了，还想玩这种凡尔赛，想吹嘘自己数学厉害，我们才不会上当了。我上午考试也没考好，别说及格了，估计连30分都得不到。我去，30分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么低吗？李仙仙，你可是学习委员，数学成绩虽然比不上苏雨，但平时考个120、3不成问题，怎么可能只有30分？今天是怎么呢？一个个都要表演学霸戏码吗？对于班里的学渣来说，一个学霸表演凡尔赛已经很讨厌了，而2个学霸联合同时表演凡尔赛，就真让人感到丝丝惊恐。我也一样，这次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我估计最多能拿50分，甚至更低。我去，不是吧？连班长都这样说，那岂不是我控分的事情要暴露？上午的突击考试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考得不理想，大家也不要太灰心。何况这次考试，我给你们出的卷子都是去年全国奥数赛的模拟题。曹老师，那我们这次最高分是多少啊？最高分是90，刚好及格。我只能考30-50分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有人能考出90分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。老师，那这个考第1的人是谁啊？哎呀，这还用说，
考第一的绝对是咱们的班长大人秦雨墨啊。那也不一定，或许是苏雨呢。比数学，苏雨一点都不弱秦雨墨，好吧？刚才秦雨墨和苏雨不是都说自己没考好吗？依我看，这90分也许是白英英的成绩，毕竟校花一直没说话。不可能，白英英综合成绩还行，但论数学比秦雨墨和苏雨差了不少。那或者是学习委员李倩倩，学霸张浩也有可能。好了，大家都不要猜了。这次考试的第一，并不是你们说的几位同学，而是一位异军突起的黑马。啥？异军突起的黑马？那怎么可能？班里还有谁这么厉害，居然能力压秦雨墨、苏雨、白英英、李倩倩和张浩等学霸夺得第一？这次考试的第一名是天天上课睡大觉的江南，90分。什么？一个虽不是学渣，但与学霸完全搭不上边的人，居然能击败他们5个？这比起射雕中的5位绝世高手，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中神通，最终却被傻小子郭靖给盖过了风头，还要不可思议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错不了，这次考第一的人就是江南同学。天啊，真的是江南？这什么鬼？江南居然能力压秦雨墨、苏雨等5大学霸考的第一，怎么会这样？江南的数学成绩不一直跟我差不多，非常普通的吗？实在太不可思议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好了，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明天咱们讲这套试卷，你们自己也可以课后先互相探讨一下。我来个逗，江南真是牛波。说实话，这次考试的题目真不是常人能做，我就算看了答案也不懂。难怪连班长都只得了50分，校花30分，课代表和学习委员更低。真不知道江南是怎么一枝独秀，考到90这种逆天分数的，简直变态！而且他考试还睡觉了。好家伙，男神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隐藏的学霸？真没想到啊，你之前说这次考试能及格，居然是真的。我才考了30分，你却考了90，相较而言，你才是真的学霸啊。运气都是运气，我可不是学霸，只是恰好之前做过这些题而已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一个平日考试只能及格的人，怎么会突然考全班第一？原来是之前做过，这等于提前知道了答案，跟作弊又有何区别？苏雨，你在说谁呢？男神考第一凭的是自己本事，怎么能是作弊呢？哟呵，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江南事先知道答案，不就是作弊吗？要我说，你既然早就做过，还知道答案，就应该拿满分才对。可结果却只是堪堪及格罢了。所以不行的人永远都不行。说的没错，江南的确是作弊了，这场考试并不公平，而且他作弊都只考了90分。看来学渣就是学渣，永远成不了学霸。心胸狭窄的人见不得他人优秀。我说我之前做过这些题，那是我低调，但我低调并不代表我好惹。你们能闭上臭嘴最好，若闭不上，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。江南，我相信你。谢谢。江南，这最后一道大题我怎么都算不出来，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？班长，你数学那么厉害，应该没必要问我吧？何况别人都以为我作弊来着。你不可能作弊，这次考试的模拟题都很复杂，需要十分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，尤其是最后一道题，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，就算给你答案你都记不住，所以作弊是没用的。平时数学成绩总被秦雨墨压一头，而且每次都是第一名，傲慢的不得了。没想到这次江南打压了他的嚣张气焰。江南，难得还有咱们班长不会的题，你就大方给他讲讲吧。好吧，那就讲一下，求所有正整数 x、y 使得 x 的平方加 3y 与 y 的平方加 3x 都是完全平方数。这题目难吗？其实这题很容易。什么意思？无非是分3种情况。首先，若 x 等于 y， 则 x 的平方加 3x 是完全平方数，因 x 的平方小于 x 的平方加 3x 小于 x 的平方。若 x 小于 y， 同 x 大于 y 情形可求得 x 等于11，y 等于16。综上所述括号 x y 括号等于括号1括号括号11 16括号括号16 11括号。你数学的确很厉害，尤其是你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非常强。这怎么可能？莫非江南真的是学霸？还是比班里所有人，包括秦雨墨在内都强的那种，而过去是在隐藏实力。或许我们真错怪他了。男神不愧是男神。江南，你太棒了，这么难的奥数题你都会，以后我可得经常来向你请教数学了。没想到江南真的是依靠自己的实力考到90分的，确实是一匹黑马。果然本大小姐挑的人不会错。那个江南同学，这道题老师讲了，但我还是不太懂。
你能教教我吗？之前很少有女生会跟江南搭讪，可现在江南成了全班最靓的仔。现在这情况极度危险啊！李倩倩的威胁比秦雨墨更大，毕竟秦雨墨就是个拿学习当饭吃的人，在男女问题上优势不多，可李倩倩却十分甜美，声音嗲嗲的，如小鸟依人一般，男的都会喜欢吧？被这么多女生围着，害怕马幸福了。好家伙，难怪你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早有目的啊！先吸引了白大校花的注意，随后又是班长秦雨墨，再到现在的李倩倩，班里几位女神一下子全被你勾搭上了，简直牛逼克拉斯！只是你这样一网打尽，根本不给兄弟我留活路啊！要知我可是暗恋他们几个好久了。苏雨、张浩几人则咬牙切齿，似乎想把江南生吞活剥一样，嫉妒心快要溢出来了。下节物理课就要开始了，之前老师曾布置过作业，大家赶紧交一下。此话一出，江南旁边瞬间空了，全都返回座位找作业。毕竟物理老师可是老顽固，交代下来的作业若不交，麻烦可不小。很快，众人都交了作业。江南，你的作业呢？没写。作业没写，还如此嚣张，这刚出名的江南是已经飘了啊！江南，待会是物理课，你不交作业，物理老师可不会饶你。无所谓，交作业是不可能交作业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交作业的。好你个江南！张浩，你别急，江南可能是没带。不用替我解释，班里不交作业的多了，即便交了，也都是抄袭，大家谁不是心知肚明？某些人就是故意找茬，否搭理他。江南，你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作业没写不交，还如此理直气壮，待会可别怪我告诉老师，你等着吧。呵，等着就等着。老师，其他都交了，只有一人说没写不交。谁没交？江南。江南，你为什么不交作业？没写。为什么没写？因为太简单，都会。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，还太简单，都会。即便是班长秦雨墨和物理课代表张浩，他们也不能做到都会吧？不仅是他们，就算是全校排第一的秦风，也不可能会做所有物理题。真不知江南是哪来的勇气，居然敢说这样的话，简直可笑至极。呵，故意哗众取宠罢了，跳梁小丑一个。哼，你觉得太简单是吧？那我随便出几道题考考你如何？你若都能做出来，那别说作业不交没事，就连你上课睡觉我都不再管你。但如果你做不出来，随你惩罚。好，来，你不是自信什么题都会做吗？那就看看这道题。一只熊不小心掉进洞里，洞深4.916米，耗时1秒，请问熊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变态题目？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好吧？洞深耗时与熊的颜色有关系吗？这肯定是老师在故意刁难人。怎么没思绪吗？这样我给你降低一点难度，你从黑白灰棕4个答案里选吧。以上答案我都不选，熊是无色。这江南怕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吧？老师都说了，让他从黑白灰棕4种颜色里面选，他却说熊无色，真是笑死个人。江南，你就不要在这哗众取宠了，不会做就不会做，还说什么熊无色，根本没有这个答案不说，世上也没有无色的熊，好吧？没错，江南你太搞笑了，以为把大家逗乐了就可以免受惩罚吗？要知谢老师也是有脾气的。你最好赶紧认错，别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可还要上课啦！真是脑残一个。够了，都别说了，江南的答案是正确的。什么？江南答对了？怎么可能？4个选项中不是没有这个答案吗？这也能答对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还是说老师在故意放水？老师，这世上哪有无色的熊？您可万万不能心慈手软饶过江南啊！没错，绝不能饶过。对于江南这种不交作业还理直气壮的害群之马，必须严惩不贷，非将他罚站到哭不可。呵，真是无知啊！江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谁无知呢？我说你们又怎么呢？居然连无色熊都不知道，难道不是无知吗？真是笑话！这世上只有黑白灰棕等颜色的熊，哪来的无色熊？若真有，我直接把这桌子给生吃了。既然你要吃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毕竟那北极熊不就是无色吗？怎么可能？北极熊明明是白。说你无知，还真是无知。北极熊的白色不过是在阳光折射下造成的一种视觉效果罢了，实际上其毛发空心透明，根本没有颜色。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自称学霸？真的，江南说的是真的。签度上说北极熊毛发真是无色。江南，就算北极熊是无色，那又如何证明这就是答案？这还不简单，老师出的这道题其实考的是重力加速度和纬度的关系。根据公式 h 等于1除以2星号 GT2， 其中 h 是4，916 ，g 是1秒，代入进去，很容易算出 g 是9，832。
这是北极或者南极的重力加速度，而南极没有熊，自然是北极熊，所以熊无色就是答案。江南直接避开我的陷阱，干脆利落说出了答案，还给出了解题思路。这学生有点本事啊，貌似我过去看走眼了。好，不错，你的思路很正确，不过这道题确实不难，只要转换一下思维，很容易解出来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把这第2道题也解出来看看。选择题：甲乙丙3辆汽车以相同速度经过某路标，之后甲车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，乙车先加速后减速运动，丙车先减速后加速，但他们经过下一路标时速度又相同，则 A 甲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B 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C 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D 3车同时到达下一个路标。神马，老子直接看晕了，就像地狱里释放出来的恶魔一样，又是加速又是减速的，我最讨厌这些，头疼，没丁点思绪啊！江南不是牛逼吗？赶紧做出来看看，我就不相信这题你也会。答案是 B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！江南这么快就把答案说出来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真的还是假的？答案是对的。这儿江南又做对了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那么厉害？记得以前他物理成绩很一般啊，在班里根本排不上名，可现在却……秦雨墨这些学霸都没来得及动笔，江南就给出了答案。这速度，要么江南是蒙的，要么江南曾做过这题。若这2种都不是，那代表江南的物理基础深厚非常，远超秦雨墨这些学霸的那种。这可能吗？说说你的解题思路。很简单，3车位移相同，平均速度以最快，自然乙车耗时最少。继续啊。说完了。哪里？就这么简单，没了。位移相同没错，但怎么就乙车平均速度最快呢？你说清楚啊。就这么简单，真没了。老师，江南的思路对吗？对，来继续看下一题。一杯浓橘子汁加入冰块后刚好不会溢出，如果冰块完全溶解，杯中橘子汁 A 将会溢出， B 液面下降， C 仍然刚好不会溢出。 A 将会溢出。好强！江南完完全全是秒答，根本没多加思考的那种。即便是秦雨墨这种1等1的学霸，都还没把题看懂，更别说解题了。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安静，死一般的安静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某场物理竞赛的预赛试题啊，比高考压轴题还要难的那种。江南，真没想到，我教了30年的书，居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你物理基础非常不错。老师，这些题也太简单了，根本没难度啊！要不你再出个难点的试试？题太简单，根本没难度，这是说的人话吗？一个质量为 m 的人造卫星，在离地800千米高空做圆周运动，在某处和一个质量为米等于 m9 的太空碎片发生迎头正碰，碰撞时间极短，随后二者结合成一个物体并做椭圆运动，椭圆轨道半长轴为7500千米，其轨道和卫星轨道在同一平面内。已知 m 物体绕蓝星做椭圆运动时，其总能量极动能与引力势能之和，即是引力常量 m 是蓝星质量，黑为椭圆轨道的半长轴，一是定量论证。碰撞后二者结合成的物体会不会落到蓝星上？二，如果此事件是发生在北极上空，地心和北极的连线方向上，碰后二者结合成的物体与蓝星相碰处的纬度是多少？卫星、太空碎片，这也能弄到一块？老师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啊？老子看到动能势能就头晕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估计也不认识我。我敢打赌，全班没人会做，就算是常年位列学校第1的超级学霸秦风，在面对此题时也要折戟沉沙。难，怎一个难字了的？某些人居然嫌我出题没难度，是你太飘了，还是我握不住刀了？真是笑话！今天若不露一手，让某些人乖乖求饶，别人还真以为我没得3只眼。只要你下课前能解出来，就算你真的厉害。这么简单的题，无需解到下课，有半分钟足矣。解法1：第一问，根据万有引力和牛顿定律，有总能量 V 为 mW2 等于米加 nmv， 因为min等于3347 kmv/20，所以结合物最后要撞上蓝星。第二问 cos 等于-0.78078， 0等于141.32度19，这是在北纬51.32度。我操，牛逼！仅20秒左右，江南便写出了答案，甚至不是用1种解法，而是2种解法。老师，题我做完了，你看看过程和答案对不对？好，我看看。没想到我出了4、5道我认为超级有难度的题，江南都是秒答，不仅答案正确，解题思路还要比教案书中的更加简洁。老师，你还要出题吗？出哦，不出了。那我作业不交没事吧？没事，以后都不用交了。那我上课睡觉呢。你尽管睡，其他学生也向人家江南好好学学。学神，绝对的学神啊！不鸣则已，一鸣便是惊天动地。不愧男神之名，实乃我辈楷模典范。江南，你很厉害，但我也不会差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追上你的。好了，继续上课吧，江南可以自由休息，其余同学都给我认真点，要多跟江南学习。随着物理老师谢宏伟一声轻喝，
课堂终于又恢复了正轨，这堂课注定是索然无味了，众人的心情实在难以平复下来。好了，今天课就上到这里。终于下课了，太压抑了，物理实在太难了，特别烧脑子不说，好多都听不懂，也不知道高考该怎么办。哎，凉凉啊，真不知道江南是怎么学的。算了，不想这么多，先放水去吧。那个江南同学，你醒了吗？张浩，怎么你又想找男神的茬？不是什么？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，之前拿作业刁难男神失败，现在又想找啥理由？你记得上课的时候，你说只要世上真有无色熊，就把桌子升职来着，现在来的正好，赶紧兑现吧。话说，王胖子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张浩什么时候说要申斥桌子了？就是，他根本没说过这话。何况张浩找的是江南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做什么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黄四海、胡大军，你们又想欺负人？身为男人，让自己兄弟出头也就算了，江南岂能让一个女人也替自己出头？张浩、黄四海、胡大军还有苏雨，你们难道真要跟我杠上不成？之前张浩说生吃桌子的事，应该全班人都听到了，你们想赖也赖不掉吧？我本想着算了，毕竟都是同学，结果你们还要惹我，莫非真以为我没脾气？要么赶紧走开，不然我不介意跟你们好好玩玩。那个江南同学，你误会了，大家都误会了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而是告诉你，物理老师让你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还有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在这里我跟你道歉。张浩之前不是很嫉妒仇视江南，还拿作业知识刁难江南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给江南道歉了？刚准备发飙，结果却好像一拳打在了空气上。江南，我承认你物理很厉害，但我也不会差，我肯定会追上你的。小子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弄你。胡老师，跟你说个事，你可不要太激动。话说，你们班的江南可是了不得啊！我教了这么多年物理，还从未遇到过具有如此天赋和实力的学生。他绝对能称得上是传说中的物理天才，超级学霸。以后这个学生就交给我了，就算他其他科目成绩不行也没关系，凭借他现在的物理水平，完全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中学生物理竞赛，其中初赛、复赛对他没半点压力。在决赛中如果表现好的话，甚至拿个国一都没问题，到时候完全可以加分保送，就算是清北那样的顶尖名校也不是不可能。怎么，胡老师，你莫非不相信我的话，不信江南真有那么厉害，以为我这是在瞎掰？不，谢老师，你误会了。对于你的话，我肯定是相信的，只是你建议江南放弃其他科目，专攻物理竞赛，这不太可取。我认为物理竞赛江南可以参加，但其他科目也不能放弃，毕竟……胡老师，你是疯了吗？江南是物理天才，而且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那种，但在其他科目上他水平一般，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物理上来，专攻物理，不然就是浪费天赋。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可你却还要让他分散精力上其他的课，你就是这样教学的？你就是这样当人班主任的？难怪近些年学校名声越来越差，优秀拔尖的学生越来越少。现在看来，不是优秀的学生越来越少，而是我们发现不出来，即便发现了，也被你这种教学思维给耽误了。如果不让江南专攻物理，你我都将是学校的罪人，是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，该被钉在耻辱柱上，不可饶恕。老谢，人家胡老师都没把话说完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何况你要生气也不该找他，该找我才对。因为早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就跟胡老师说好了，江南将代表学校去参加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所以你让江南放弃其他科目，而专攻物理，我曹天元是第一个不答应。老曹，怎么连你也老糊涂了？江南是物理天才，必须专攻物。老曹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要让江南去参加奥数竞赛？每次考试我都精准将分数控制在90分，本想低调做个控分狂魔，不料被物理老师和数学老师发现我控分的事实，从此两个老师抢人大战一触爆发。老曹，江南是物理天才，又不是数学天才，你居然让他去参加奥数，你疯了吧？你才疯了呢！谁告诉你江南只是物理厉害呢？实话告诉你，他不仅是物理天才，更是数学天才，甚至在其他科目上实力都不差。而且我还是第一个发现他有这实力的，吴老师是第二个，你只能排老三。这怎么可能？虽然我不是江南的班主任，对他了解不算太多，但也知道他其他学科成绩向来一般啊，撑死也就是中等水平。他怎么可能既是物理天才，又是数学天才，且其他科目也……等等，他不会是……过去江南的物理成绩也一般，只是今天在物理课上突然表现出逆天实力，才一鸣惊人的。物理这东西可是要循序渐进的，
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一下子成为全知全能。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南过去一直在扮猪吃虎。你猜的没错，江南过去是故意在隐藏实力，每一科的每次考试都表现平常，成绩都在及格线，其实他是在控分，但实际上他就是超级学霸。且不仅是数学、物理，而是全能型的那种。当然，数学天赋排在第一。卧槽，果然如此啊！原来是故意隐藏实力，甚至考试时还控分，这脑回路太踏马惊人啊！控分啊，这可是传说中的控分啊，绝对都是清北的好料子，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这3年被江南的小子骗得好惨啊！谢老师啊，谢老师，你居然也有目瞪口呆的时候。刚才你批老娘可是批得狠了，现在却跟个二傻子一样，青筋直冒。老曹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说江南数学天赋排第一？没错，上午的考试成绩也是证明。奥数模拟题，江南控分都能拿90，那全力以赴的话，那还得了？你胡说，江南明明物理天赋才是第一，且我已经在课上验证过，这点4班同学都看到了。你才胡说，江南数学最厉害，物理最厉害，数学、物理。至于吗？作为江南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老娘岂能不知江南语文天赋最强？老娘都没开口，你们2个任课教师争个屁！江南同学，跟老师说实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数学行，物理行，听说就连体育也行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是不行的？身为男人，怎能说自己不行？不仅要行，还要都行。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行不行的？我怎么就听不懂呢？怎么，你还不摊牌吗？现在曹老师和谢老师都在这，你就直接说吧。明明各科成绩都很好，可谓全能型的学霸，却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要控分？果然，自己控分的事被发现了。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真听不懂啊！控分是什么意思？这词有点奇怪。装？你还装？江南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我已经将你这1年来每科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对比过了，基本上大同小异，都是及格分数。你可别告诉我这是巧合，1、2次可以是巧合，但哪有10几次都是巧合的？且不是1科，而是全科。我去，麻蛋，母老虎生气了，这事儿真不好忽悠啊！这个，哎呀，好了，胡老师别生气嘛。江南不承认，肯定是有他的苦衷在内，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计较了。江南，你也是的，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你控分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何必藏着掖着？保持沉默，在没想到好的应对办法之前，才不搭这个话。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若说你们之前没商量过，鬼都不信。尤其是曹天元，乍一看严肃刻板，但其肚里的花花肠子可是不少。好了，你们都在干嘛呢？可别吓到江南了。江南，你是天才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当然，天才都有着异于常人的脾气，你不愿被人关注，所以做出考试控分的事，这也是能理解的。但我更希望你应该多表现一点，骄傲一点，甚至狂妄一点。毕竟你还年轻，所谓人不轻狂枉少年，不是吗？比如今天你在我物理课上可谓一顿操作猛如虎，那就很好嘛，真让人热血沸腾。这事儿以后可以多干干。话里有话，这老头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。想3英战卢布，小爷就是不搭话，任凭风浪起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这江南还真是油盐不进，柴米不吃，看来只能图穷匕现，出杀手锏了。江南同学，别的我就不跟你说的，这控分的事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都没关系，反正我知道你数学很厉害，相信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每次考试我都精准将分数控制在90分，本想低调做个控分狂魔，不料被一份奥数试卷暴露了我的实力。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这口气不可谓不小，让江南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这国一有那么容易吗？比起关云长过5关斩6将，还得难上千百倍好吧？除非懂得闪电5连鞭。还有物理竞赛，到时候你也得参加，以你今天在课上表现，拿个国一问题不大。我要求不高，毕竟语文没竞赛，但身为你班主任，下周学校会进行高3第1次月考，你给我拿个全校第1，为班级争点光，这应该不过分吧？让我拿奥数国一，拿物竞国一，还有全校第1，这是要逼我死吗？还要不低调过日子了？老师，这不太好吧？万一我考差了怎么办？你们可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。万一？不，这事儿没有万一。以你的水平，考个全校第1是绝对没问题，除非你还想控分，想故意放水。若真有万一，事后可别怪我让你好看，你拿老娘当猴耍，老娘也不会让你好过。
你不是喜欢上课睡觉吗？信不信以后所有语文课我都专点你的名，让你睡不安宁？老师，你用睡觉来要挟我不好吧？毕竟你上午跟我打了赌，只要我数学考试及格，就再也不管我睡觉来着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身为伟大优秀的人民教师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。哼，我是伟大优秀的人民教师不假，但你也说了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可老娘是特么的君子吗？总之，我就看你下周考试的表现。你若不能让我满意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你。我上课点名只是其一，我还会让曹老师、谢老师在数学和物理课点你名，甚至其他科目我也会不定时去查看，让你绝对没法睡觉。若这还治不了你，那我就只能走最后一步，家访了。这杀手锏我是不想用的，毕竟打扰你父母也不好。可你不要逼我。无语啊，彻彻底底的无语。世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此话一点不假。身为班主任，胡一菲不仅愿赌却不服输，出尔反尔，甚至还要偷家。若说不能睡觉是我的软肋，那偷家就是我的逆鳞了，一碰就炸的那种，真是不讲武德啊！小子，跟老娘斗，你还嫩了一点。江南，江南，快一点，车要来啦！怎么，你还没回家？这不是等你吗？都过去好几辆车了，你再不来，我可就坐这趟走了。下次你先走，不要等我了。也不仅仅只是为了等你，而是好奇王好人帮你转提升成功了没有？毕竟我是女生，也有一颗八卦的心。嘻嘻，你也爱八卦吗？这倒是没看出来，我还以为你只爱学习来着。爱学习是我不想被人说只是长得好看，比不上秦雨墨那种学霸。只可惜我都这么努力了，还是被秦雨墨死死压着。补考做好，请问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。哦，妈呀！江南，明早上我去找你哈。明天周末你找我干嘛？找你给我辅导。辅导？没错。你可是学霸，还要我辅导吗？学霸又怎么呢？现在你不只是学霸，更是学神。我要向你学习。可是我想睡觉啊。那我不管，你是我死党。我被秦雨墨压了3年，都要绝望了。现在你数学和物理那么厉害，必须帮助我，让我超越他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哎，在学校被老师逼迫，好不容易放学回家，想周末睡个懒觉，还要被白英英那妞儿压榨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！我每次考试都精准地将成绩控制在90分，不料一次奥数考试暴露了我控分的事实，就连校花都求着我给她补课。周末还没等我起床，校花就水灵灵地闯进我的卧室。江南，明天我周末我去找你哈，帮我补课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明天我去你家找你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回来啦！正好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有糖醋排骨，就等你开饭来着。难得你高3了，还有假期回家，来，赶紧陪老爸喝一盅。喝，就知道喝。楠楠还在上学，你敢带他喝酒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这不是楠楠回来高兴吗？高兴个屁！你就是想找个理由。我可警告你，你敢在楠楠面前喝，我就把你的酒全收了，让你以后喝西北风去。听见这话，江高远一脸悻悻然，连忙把酒收了起来。在江家，大事江父说了算，小事江母说了算，而事之大小也由江母说了算。江南大懒虫，快起床啦！白英英，你个女流氓！江南，你睡觉不穿衣服？我睡觉穿什么衣服？白英英，你还愣在这里干嘛？捂着眼睛却开条缝隙是什么意思？还看出去，我要穿衣服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没一会，江南穿好衣服来到客厅。话说你大早上的来找我干嘛？怎么，你忘啦？
昨天我说过让你辅导我数学和物理啊。好吧，看来是躲不过了。这还是我们家的傻狍子吗？他怎么还给英英辅导起来了？难道咱孩子突然开窍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人家小姑娘好像是学霸来着。同学们，明天我们将进行本学期第1次月考，虽然只是月考，却十分重要，因为这次考试将按照高考的标准，希望大家努力复习，考出好的成绩，不仅是证明自己，也是为班级争光。小子，你就睡吧，尽管睡，只要你明天能给我拿个全校第1，就算你睡破天，老娘都不管你。若是你没拿到第1，我自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江南，我承认，在物理方面我没你有天赋，你即便睡觉都那么厉害，但我这2天一刻都没放松，相信明天的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的，至少在物理这科我会超过你，我会让全班人都知道，我才是物理课代表，我才是在物理上最强的。你是物理课代表没错啊，我又没想要抢走你的职位，你用得着对我如此敌忾吗？貌似每次物理考试你都比我厉害吧？真是有病，莫名其妙。江南，我也承认，在数学上我没你有天赋，毕竟我从未见你看书，你却考了第1。但我跟张浩一样，这2天没浪费丝毫时间，明天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，我会向众人证明我才是数学课代表，我才是在数学上最厉害的。什么？真他妈无语！班长，莫非你也？江南，我希望你明天考试不要藏拙，而是全力以赴，考出你的真实水平。我没藏拙啊！不，你肯定藏拙了。一个数学物理那么厉害的人，其他科目绝不会差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因为我想光明正大的战胜你，而不需要你让我。原本低调控分的我，这次语文考试我直接用文言文写作文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。江兰，这次你要拿出真正的实力来，不要故意让我了。我想光明正大的赢你。让你妹啊！老子什么时候让你了？实在搞不懂这些人都在想什么，一个个的跟吃了枪药一样，这也要战胜我，那也要战胜我，真是吃饱了没事干。这些人太过分了，居然敢对你下战书，甚至连秦雨墨都如此。江南，你可要加油！明天考试一定要灭灭他们的威风，踩踩他们的气焰。妈的，要完蛋，竟然是胡一菲监考。好快，这江南难道都不用看看题思考一下的吗？还是说这次考试太简单了？胡一菲拿过一份空白卷子，一边监考一边暗暗打量起来。前面的选择题和诗词默写，只要学生基础牢固，跟送分没啥区别。但到诗歌鉴赏的时候，这个有点难度啊。凤和喜美报极，杜门见迹次韵，陆龟蒙虽诗春成最上期，下为才辩未才诗。阴隐隐暗百亩会，欲采桑芽三秀之。七野鹤龙宽始之，诗山僧范别教吹。但一审曰众同见，不怕江花不满之。问作者好友患何疾病？问简要概括本诗表达的思想感情。陆龟蒙。一般来说，语文诗歌鉴赏常选用李白、杜甫、陆游、白居易等作者的诗词比较多。这一次选的陆龟蒙的，这一般学生都没听过吧？本次语文考试的难度瞬间就提上来了，估计很多学生都不会。胡一菲继续往后看着，当看到文言文分析时，神情一僵，愣住了。文言文是鱼。这题是谁出的啊？你确定这是给学生做的？卷子开头很简单，诗词鉴赏加大点难度可以理解，但这文言文是什么鬼？这出题组的人有病吧？还是说出错题了？这确定是给我们出的文言文吗？从没见过这样的。谈谈对本文的理解，老子都看不懂，能有个屁的理解？苍天啊，大地啊，你降雷劈死出题人吧！这是给人做的吗？这狗卷子，老子不考了。这位同学现在还在考试，请回到自己座位上，不到最后15分钟不能交卷，不能离开考场，不然将按0分处理。就在这时，语文教研组组长来到4班走廊，朝胡一菲招了招手。组长，这试卷也太难了吧，连我都有压力，何况那些学生。确实是难，这很多老师都跟我反映了，所以我才来告诉你，你提醒学生们，让他们把不会做的先放一边，抓紧时间做后面的。另外，你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自己不会的别人也不会，所以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调整心态，一定要稳住。稳住？很难稳住啊，毕竟若只是一道题难也就罢了，可从诗歌鉴赏到文言文全都很难啊。你告诉我这些题是谁出的？若不是出错了，
就是故意在打击学生信心，这人其心可诛。出错应该不会，毕竟这不是学校出的，而来自市里。虽然这明面上只是一次月考，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全市的联考。不只是我们，还有1、2中、楚英和兰浦等学校都同时考这套卷子。我已经紧急联系市里的出题组了，不过那边还未给回复。至于现在，你安抚学生们先考着吧。同学们，大家都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要稳住。考试不就是考的一个心态吗？要知道你不会做的，别的同学也不一定会，大家直接略过，先把后面的做完，不能因诗歌鉴赏和文言文耽搁时间，更不能跟刚才那位同学一样，就因1、2题不会就撂挑子不考了。这是对考试的不负责，也是对你们自己的不负责。我呸！老师，你真是睁着眼说瞎话。什么叫我不会的？别人也不会。我旁边这位从开考到现在笔就没停过，而且我用盗版写轮眼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诗歌鉴赏和文言文全做了，那写的叫一个多啊！若不是瞎写的话，人家是真牛，真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咱跟人家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。怎么会是江南？江南虽然能控分，实力肯定有，但这文言文应该很难做出来吧？这考试时间才过去一半，江南竟然快把作文写完了。这是什么作文？文言文？江南居然用文言文写作，这怎么可能？恐怖如斯！做完了交卷。什么？你做完了？做完了。你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了？都做了啊。就算做了，你也应该检查一下啊，不小心做错了怎么办？要知细节决定成败。用不着，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？老师你放心，这次我没放水。劳斯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没做，作文更是没开始，可这人却都做完了。你这手速比万年黄金单身汉还快吧？怎么练出来的？无语。江南这小子竟然提前半小时就把卷子做完了，而且还是那么难的卷子，甚至江南还用文言文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。我本是低调的控分狂魔，但语文月考满分150分，我直接高调的考了151分，用文言文写作文，就连整个语文教研组都看不懂。班主任直呼我是斗宗强者，恐不如斯。牛逼，实乃天人也，这人绝了，恐不如斯，非人哉，非人哉。胡一菲脑海里闪过各种词汇，但都觉得配不上江南的精彩绝艳，尤其是当他在往后看到文言文分析的时候，瞬间瞪大眼睛。什么？这作答精彩啊！举居然是这个意思，这翻译更是一绝，真令人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喂，你考得如何？还能如何？铺改一个啊！这次语文实在太难了，难如登天。从诗歌鉴赏开始，我全都不会。我也是，文言文根本看不懂不说，连后面作文都没写完，就这2块加起来，起码扣掉60分，100%及不了格了。啊，不是吧？你语文可向来厉害啊，班里前3居然都及不了格，这不会是故意在装吧？学霸戏码表演凡尔赛？凡尔赛个屁！别说我只是班里前3，就算班里第1，也不一定能及格。我们考场甚至有好几个人才考了一半，就纷纷弃考走了，记了0分。我们考场也有人弃考，看来所有人都扑在语文上了。不，那可不一定。我们考场就有一个牛人把诗歌鉴赏、文言文全做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可能？对，绝不可能。你说他做了诗歌鉴赏也就算了，但那文言文，以我18年的语文水平都看不懂，怎么有人能做出来？是真的，那人真做出来了，而且速度惊人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40-50来分钟，就把作文写完要交卷，可谓震惊全场。最后碍于考场规则限制，没法交卷，结果他趴在桌上睡了半小时。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，更惊讶的是他考试睡觉，监考老师居然不管，且刚到最后15分钟，监考老师就提醒那人可以交卷吃饭，并主动帮其收了试卷。再后来监考老师拿着那人试卷傻愣愣的站在那里，一直看到考试结束。以我表情分析大师的经验，可以断定那人不仅把诗歌鉴赏、文言文都做了，而且做对了。以至于惊呆了监考老师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厉害的人，能把文言文做对不说，还提前40-50分钟就写完要交卷，而且还能让监考老师特别对待，让监考老师惊呆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这我可真没说谎，因为我就坐在那人后边，而且不仅我看到了，所有在4班考场的人都看到了，他们都能作证。那你说那人叫什么？是叫秦风吗？如果是霸榜学校3年第1，有着超级学霸之称的秦风，或许真的可以。不，那人不叫秦风。不是秦风是谁？好像是叫江南。江南？我们学校有叫江南的人吗？而且还语文水平极高，能震惊监考老师。如果是秦风我还相信，结果你说出这么一个陌生名字就更不信了。毕竟他若真有那么厉害，早就全校出名了，而不会到了高3都没人知道。有道理，你说的太神乎其神没法信。可那人真叫江南，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找在4班考试的人问。算了，别演了。就是被识破了，说谎不打草稿，赶紧坦白吧。劳资对天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可为什么你们就不信呢？上午的语文考试，
可谓难得出奇，以至于出现不少学生弃考，已算是不小的事故了。各位语文老师，大家都说说吧，对于这次语文考试都作何感想？还能有什么感想？我作为语文老师，看了这试卷都是一脸懵，诗词鉴赏有点难度，尚能理解，但这文言文就太刁难人了。我也是事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是同音文，何况那些普通学生。反正我负责的那个考场是全军覆没了，我看了下卷子，没一人能做出。我那个考场也是，文言文都空着不说，还为此浪费太多时间，导致作文没写完。就诗歌鉴赏和文言文，26分就没了。要是作文没写完，起码还得再扣40分，三者相加都接近70分了。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同学都及不了格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除了各班有限的几个尖子生，其他学生想及格很难。要是算平均分的话，估计在60、70吧，能刷新学校最低纪录的那种。也不知道卷子是谁出的，实在太狠了，摆明就是在打击学生积极性啊！要知这都是高3的学生，距离高考仅剩100天，该多给其加油打气，而不是故意打压。一旦让他们心灵受挫，可就麻烦了。就是那文言文太难也就算了，甚至连作文也那么难，有几个学生能吃得消？时间不够，作文没写完的先不说，我看就算写完了，10有8、9也是偏题跑题，能拿高分的可能性不大。因为学校第一学霸秦风就在我那个考场，我可是特意看了的。即便是秦风，也只是把诗歌鉴赏写了，文言文一字没动。连秦风这样的学霸都如此，其他学生想必就更加了100%不会啊！文言文肯定全军覆没了，这点毋庸置疑，毕竟我们这些老师也不会。也不知出题组的人是怎么把这题弄上来的，不是出错了，就是脑袋秀逗了。我敢打赌，其他学校不说，反正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。若真有，那我也用不着当老师了，直接拜他为师。能做出这文言文，证明其水平绝对在我这个教了20年书的老师之上。非天才中的天才，学霸中的学霸不可。这种学生万中无一，我拜其为师一点都不亏。好了好了，都沉稳点，抱怨的话就不要说了。我打听过了，卷子虽来自市里，但实际上出卷的老师却是1中和2中的，而且据说1、2中都有人做出文言文，人家出错题是不可能的，脑袋秀逗就更不可能了。只怪我们学校水平不够，比不上人家。以后各位老师努把力，争取多教点优秀学生出来，可不能被1、2中给看扁了。吴组长，各位老师，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全军覆没，因为我考场里就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。胡老师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你考场里真有学生做出了文言文？还有，你确定他做的是对的吗？不会是乱写凑字数，让你误会了吧？胡老师，你就不要戏弄大家了，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。若真有，我现在就去拜他为师。这么说，我今天要收一位徒孙了。胡老师这话可就出格了，有些侮辱人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刚才口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班上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，而且我对了答案，正确率100%，甚至在翻译上，我觉得那学生翻译的比我们的标准答案更精准一些。胡老师，你大声点，再说一遍，真有人做出来了？每次考试我都精准控分，同学给我下了战书，我决定高调一回，150分的语文月考试卷我直接考151分，连作文都用文言文写，老师看不懂，直言要拜我为师。胡老师，真有人做出来了？真的，我负责监考，必然千真万确。他文言文翻译10分精准，可以说是多一字太多，少一字太少，无可挑剔的那种，甚至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说胡话吗？怎么会不可能？他是我班里的学生，我是亲眼看着他做完的，卷子也是我帮他交的。他本来提前40来分钟就要交卷，但我们让，毕竟考场有纪律，不到最后15分钟不能交卷，否则将按0分处理。他便趴桌上睡了半小时，这点跟我一起监考的化学组李老师可以作证，只是他不在这里罢了。之后我把那份卷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可以肯定作文前所有题目都是全对。胡老师，你直接说那个学生是谁？你刚说他是你们班的，那是秦雨墨还是向烨？我记得你们班语文最厉害的也就是这2人吧，一个班长，一个课代表。无论是谁，如果他真如你说的那样，前面的题能拿满分，那绝对可说是语文一道上的天才，不应该说是奇才了。秦雨墨应该不可能，这个学生我认识，记得就在我监考的考场来着。他虽然不错，但我有注意到其文言文跟秦风一样都没做出来。向烨也不可能，那女娃在我考场，他连诗歌鉴赏都没做，更别说文言文了。胡老师，莫非是你们班其他几个学霸？苏雨、张浩、白英英、唐甜甜？的确，你们说的几个都不是，而是一个过去成绩表现一般，只在及格线徘徊的学生，名字叫江南。江南，貌似没听说过啊。他过去成绩一般吗？如果只在及格线徘徊，应该不可能把文言文都做对吧？除非他之前碰见过这题，知道答案，还有诗歌鉴赏也是。若真如此的话，那就不能说他厉害，只能说他运气好罢了。各位老师，我想你们误会了。江南过去虽名声不显，但不代表他实力不行。
只不过是他比较低调罢了。实际上他很优秀，非常优秀，甚至可说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学生。他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对了，你们也许可以质疑他是运气碰巧，但如果我告诉你们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你们应该没法质疑了吧？啥？胡老师，你说啥？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？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怎么可能有学生会用文言文写作？他就算有这心，也没这本事啊！文言文啊，这又不是以前，现在学生连看懂都费事，如何能用来写作？还800字的那种，除非他是天才，超级天才，学霸，超级学霸，万里挑一，百年难遇。用文言文写作，别说那些学生，就算是我们这些沉浸语文数十年的老师都不会啊！我所说的千真万确，都到了这地步，胡一菲也不可能说谎，那十有8、9是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妖孽啊？考试就2个半小时，而且前面的诗歌鉴赏和文言文还那么难，可这小子不仅全做对了，还用文言文写作，更是提前交卷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不行不行，忍不住了，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赶紧把他卷子找出来看看。对，赶紧找出来看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真和胡老师说的一样，那我说话算数，立刻去拜师。好，那就找出来一起看看吧。话说，这还真是文言文作文，赤兔之死，这标题很有意思。这文也很有意思啊，立意切合，语言流畅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居然能写出这样一篇作文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俗语名句信手拈来，却没有丝毫堆砌感。行文小畅明白，对历史典故烂熟于心，连我都要甘拜下风。不用说了，这个叫江南的学生，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学霸中的学霸。哦不，天才和学霸都不足以来形容他，而应该用学神、学魔、奇才、鬼才、怪才，百万里挑一，上千年难遇。有意思啊，真有意思。上午考的那篇文言文，可是连我都束手无策，却居然有人做出来了。这个人貌似还是一匹黑马哟。终于，我这枯燥乏味的高中无敌生涯泛起了一丝波澜，有内味了吗？好事，这可真是好事啊！就是不知道那人是谁，在文言文上居然能胜过我。老曹，居然是老曹监考。我本想一直做个低调的控分大佬，但被课代表怀疑我抄袭，数学月考我直接高调考了151分。这题也太简单了吧！看来必须拿满分才能让张浩、苏雨他们心服口服。监考老师曹天元在拿到卷子的一刻，眉头也不由得皱了起来。数形结合确定直线与圆锥曲线的关系，这应该作为压轴，可现在却是第6道，这意味着后面4道选择题都比这道难。那岂不是说本次数学考试的整体难度超出过往2、3倍还不止？江南可是能将奥数模拟题控分到90的人，应该不至于被这些题难倒才对。抱着不解的心，曹天元悄悄来到江南身后。怎么可能？我是眼花了，还是在做梦？江南竟然已经把卷子的2/3都做完了，只剩下最后3道大题，这怎么可能？现在开考还没得10分钟啊，他怎么能这么快？曹老师，怎么呢？你咋一直盯着这位学生？莫非你怀疑他考试作弊？作弊？他怎么可能作弊？我是在欣赏和学习，这小子的解题思路和解题速度足以让人拍案叫绝。哦，是吗？他有这么厉害，居然能得到曹老师你如此评价？听见曹天元的话，这位监考老师还颇有不信，也伸长脖子看向江南事件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才刚考试一会儿，别人连选择题都没做完，可他却做到最后2题了。他做对了吗？不会是乱写一通吧？不是乱写一通，而是全对，准确率100%。这是什么鬼？这确定是在考数学吗？不是说数学的压轴题都很难的吗？可这家伙居然看一眼就会，甚至连草稿纸都不用，都不需要提前演算一遍，他们也太狠了吧！简直不可思议，不是人啊！已经不敢拿江南当学生看了，这哪里还是学生，明明是数学1道的资深教授好吧？才考了9分钟，10分钟都没到，江南就把整份卷子给做完了，恐怖如斯。这卷子这么难的吗？往常的数学考试选择题前8道可都是送分题啊，唯有后2道才偏难，可今天第5道就这么难了。算了，先略过吧，等做完后边的再回来试试。号称仅次于年底榜首秦风的学霸李明，直接跳过第5题，看向第6题，数形结合确定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。这题貌似更难啊，劳资一时半会没思路啊。记得以前考试的时候，这种题不应该都放到最后做压轴的吗？这难度简直要逆天啊！就算是学霸秦风，看到这卷子应该都会感到10分棘手，得不到满分吧？记得上午监考老师曾说过，自己不会的，别人也不会。我李明可是数学天才，连我都感到困难，其他人肯定更加不会做。即便比不上秦风，但学校数学第2的位置必然还是我的。就在此时，李明无意中发现江南已经开始做后面的大题了。
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才考试10分钟不到，居然已有人开始做后边的大题了。就算是秦风在这，也不能做到吧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他要么就是乱写一通，要么就是全都不会，把前面的题都给跳过去了，连看题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啊，连草稿纸都没用啊，直接作答的那种。要是这也能做对，那岂不是男足都能夺冠世界杯了？老曹，你是数学大拿，换做你能这么快把这份卷子做完吗？我做不到。那你确定他做的都是对的吗？都是对的，无论是解题思路、过程还是答案，可谓无懈可击。最后那道压轴题也对了，非常对，没有一丝漏洞，堪称完美的那种。甚至第二问连我都解不出来，没有任何思绪。我也是看了他的答案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题是这样解的，收获不浅。这么说，他岂不是比老曹你还厉害？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那也太恐怖了，简直不是人啊！就在曹天元说话的一瞬间，看到江南在做完压轴题后，居然在后边的空白处又写下了方法3。太可怕了，竟然写了3种解题方法。这题确实有点意思，耗费了我好一会时间。就是这答题卡太小了，才写了3种解法，就没地方写了，真是可惜。其身后的曹天元，还有刚走过来的另一位监考老师，心里均掀起骇浪惊涛。江南啊，江南，求求你做个人吧！什么叫耗费了好一会时间？你特么写到现在才刚过开考10分钟，好吧？什么叫答题卡太小，才写了3种解法？莫非这题你还不止3种解法，还有第4种、第5种？太凶残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就算再有进步，也比不上你啊！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就是唯一的神话。老了，我真的是老了。能作为你的数学老师，我真不知是一种欢喜，还是一种悲哀，受打击了。老师，我做完了，可以睡觉吗？我是低调的控分狂魔，但数学月考我直接高调考了151分，仅用10分钟就做完所有题，剩下的时间直接补觉。刚这家伙竟然给老师说题太简单了，已经做完了，要补觉，才开考10分钟，我耳朵没出问题吧？这题哪里简单了？苍天啊，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，不是个人啊！江南，你怎么才出来啊？这可一点都不像你。不像我，那我该咋样？你该提前交卷啊！上午语文考试你都提前交卷了，以你的数学实力，我还以为这场考试你也会提前交卷来着。刚考完，我第一时间去食堂找你，可结果却扑了个空，只能又返回来。你找我干嘛？找你当然是对答案啦，快说说你选择题是怎么选的 ？B C C B D B C A。哎呀，我后面4道题都选错了，完蛋！即便我这么努力，这次考试估计又比不过秦雨墨了。那填空题呢？1根号3 2负的1/4。唉，我又错了2个。简答题呢？我也错了2道，不过最后一道我做对了，但这还要感谢你。前2天你跟我讲过一道类似的题来着，哈哈。嗨，李明、苏雨、张浩，好巧你们也在这儿。李明，你这次数学考得怎么样？很烂，估计也就50-60分。什么？50-60分？这怎么可能？李明，虽然我不服输，可也不得不承认你数学比我强。即便这次考试很难，但也不至于才50-60分吧？如果是正常考试，我当然自信绝不止拿50-60分。但这次考试太他妈不正常了，才刚开考我心态就崩了，所以什么意思？怎么个不正常法？你们是不知道，有一个狼人坐我旁边，他才开考10来分钟就把整张卷子做完了，貌似还全都做对了，然后呼呼大睡。别说我心态崩，整个考场就没几人心态不崩的，根本没法安下心去考试。只要一做题，眼前就浮现出那狼人睡觉的样子。你们说这还怎么考试？我注意力都没法集中，能考50-60分已经很不错了，也许更低。那人如此强的吗？10分钟就把数学卷子做完，打死我都不信。毕竟这次数学考试非常难，依我看，他肯定是学渣一个，因为不会做便乱写一通，然后爬桌睡觉。也许跟监考老师有关系，所以受到优待。不，那人可不是乱写一通，据说他真是全做完了，而且还说题目很简单，所有人都听见了，甚至连监考老师都表示默认。估计就算得不到满分150，也起码是140以上的那种，非常强悍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他难道就不用思考的吗？看一眼就会，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！你还别说，那人真不需要思考，所有题目都是一看就知道答案，然后直接在答题卡作答，半张草稿纸都没用。我的妈呀，这人也太强了吧！赶紧说说他是谁？男的、女的？来自哪一班？男的，长得还贼他妈帅，来自哪班不知道。据说他叫江南。江南？怎么又是江南？他上午语文考得很好就罢了，这次数学也考得很好，甚至10分钟能得满分。他数学如此强的吗？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节奏啊！我是4班数学课代表啊，每次数学考试我就算不是第一，但也仅是次于班长秦雨墨好吧。可现在
我却成了小丑一个。江南啊江南，你既然真这么厉害，干嘛不早点表现出来，故意在戏弄我吗？我物理才是班里最强的，明天绝对能战胜江南。接下来就看我的表现吧，我会为你们报仇的。江兰怎么和白茵茵怎么一起来的？而且白茵茵脸红红的，莫非这两人瞒着大家在谈恋爱，甚至还做了啥坏事？很有可能，毕竟他们男帅女靓，不仅外形搭配，且两人在班里关系好。不过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就是还当众秀啊秀，羡慕死单身狗。男神，你跟白校花是不是那个了？什么意思？装，你还装？白校花跟我同一考场，下午数学考完，她可是跟我打听了你在宿舍不少事，其意思不言而喻。再加上你们到现在才来教室，且看白校花那神情，你们之间……啥？王胖子这家伙在说啥？白英英神情怎么的？不就是脸蛋儿有点红啊？男神，南哥，你是我亲哥啊，就跟老弟我透露一点吧。放心，虽然白校花是我心中唯一的女神，但你们若真在一起了，我是咬碎牙往肚里咽，100%不会反对的。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谁让咱们是兄弟呢？你就告诉我吧。滚！老曹，他就是江南嘛，不愧是咱数学一道的奇才，这长相也是要逆天，太阳，嗨嗨，顺眼了。不错不错，可真是好苗子啊！我们三中的数学能否振兴，就全在他一人身上了，得重点关注，重点培养，重点。这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你们就羡慕去吧。我每次考试都精准控分90分，被发现后，老师都抢着拜我为师。有这等奇才，我要拜江南为师。拜也是我先拜，我好歹也是江南的数学老师。这化学、生物，就算是初中不小学生都会做，没半分难度。出题的老师也太一般了，这题路边拴的狗出的都比这难，毫无体验感。这次月考真特么折磨人，语文史上最难，数学史上最难，这理综的难度也是一点不低。如果这是高考的话，劳资估计全都要崩盘，一本不响，二本无望。众所周知，凡是数学好的同学，物理成绩肯定不会差。李明号称数学全校第2，自然他在物理一道上也很擅长。然而，当他几乎下意识地将眼角余光瞥向隔壁的江南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又做完睡觉了。这才过了多久？从开考到现在才过去40分钟，你告诉我你做完了，这简直要逆天啊！之前语文他考得好也就算了，数学考得好也勉强能接受，怎么可能连理综都40分钟做完？这绝对是假的！老天，你告诉我这是假的吧？他肯定都空在那里，他在装腔作势。李明只感到一阵头皮发麻，几乎把眼珠子都瞪碎了，久久回不过神。就在这时，监考老师从旁路过。某些同学该认真考试，不要东张西望，不然将以作弊处理。做了什么？在偷看江南答案，这岂不是说他在作弊？好，年级排名第2的学霸李明竟然也作弊抄袭别人的。再次强调，同学们不要有舞弊心理。今天的理综可能也有一点难度，只要大家全力以赴，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足够了。自己做自己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要稳步。那个人又睡觉了，监考老师仍然不管，看样子这个江南的理综也很牛了。为什么人与人的差别这么大？为什么我们要跟着变态在同一考场？对于在304考场的同学来说，这注定又是一场折磨人的考试，加倍的那种。不错，这些题都做对了，压轴题也做对了，物理部分必是满分无疑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有我当年风范，三中的物理一道，后继有人啊！你就是304班的江南？我是。据说你是一匹黑马，是超级学霸。昨天的语文、数学都考得很好，可是真的？据说昨天的语文考试你提前40-50分钟就做完了，那数学考试更快，才10几分钟。莫名其妙，这人脑子有病吧？说话啊！卷子你到底有没有做完？我做完了如何？没做完又如何？这跟你应该没啥关系吧？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这2天许多人都说你是黑马，能超越我。本来我并不在意，但既然今天碰上了，且理综刚刚考完，如果你真都做完了的话，不如一起来对对答案如何？我倒想看看你是真的黑马还是假的黑马。但愿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对一下答案。不需要，我和你认识吗？就对答案，冒昧的家伙。怎么，你莫非根本没做完，就是在虚张声势，哗众取宠，担心一对答案就露馅吧？若真如此，那你也太令我失望了。我还以为这次终于能碰上个对手，能调剂一下我这枯燥的高中生涯。同学，你想多了，我不是没做完，而是全部正确，没必要跟你对答案。若没重要事，就别在这干扰我，请离开。江南，你
江南，你今天出来的有点晚啊，考得怎样？是不是又全对？不说这个了，咱们先去吃饭吧。好的，今天学校食堂有加鸡腿，咱们快点去。江南，好你个江南，小小癞蛤蟆，不仅抢我的人，还要抢我的名，记住你了，这仇必报无疑。英语考试嘛，没跟别人打赌，老师也没有说让非得考高分，前面考试成绩太高调了，英语精准控分到0分得了，这样总分不显得太突出。江南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总分到底能考多少，让我明白自己跟你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差距应该也不大，我总分是600，就算比你多，也多不了多少。600分吗？这么难的卷子，你居然能考600分？果然，你过去就是在藏拙，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？确实，你比我强，但我不会认输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加倍努力，待下一次考试，一定会追上你。难道就我一人认为这次考试江南绝不只考600分吗？前面3门满分都已经600分，最后英语怎么也得100多吧？这女人脑瓜子秀逗了。江南说600分，很明显就是在放水，居然也傻乎乎的相信。看来智商也就那样，有江南辅助，再加上秦雨墨脑瓜子不行，若我下次还不能赢秦雨墨，可就真没天理了。我每次考试可以精准控分，月考除了英语，其他的我全部考了满分，只有英语精准控分0分。月考晚自习无聊和王胖子开黑，让校花放风，结果被班主任逮了个正着。江南自己玩游戏不说，还把王凯旋拉下水，学校里不准带手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回定要名正典型吧？没收手机，狠批一顿都只是最轻的，说不得还要叫家长写万字检讨。江南这会儿必然是完蛋，还不赶紧把手机收起来！要是败坏了班里风气，我唯你是问。就算是亲儿子，也不该如此偏袒啊！死道友不死贫道，那个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该被男神怂恿玩游戏，你能把手机还给我吗？这个王胖子为了新手机也是拼了。怎么，王凯旋同学，你上课玩游戏被我抓个正着不说，居然还想要手机？要手机可以，让你家长来拿。胡老师，你这也太双标了吧！同样是玩游戏被抓，为什么处理结果却截然不同？男神，我要被你害死了！手机被没收了不说，还要叫家长。你可是知道我爸妈脾气的，那绝对是双管齐下，万粗擀面杖都要打断啊！死胖子，让你刚出卖我，活该！以后谁再敢在课上玩手机被我抓到，下场通通与王凯旋一样，一是手机没收，二是请家长来学校。至于江南，他是特例，也别想着不公平，有本事你们成绩能跟他一样。这次月考成绩已经出来了，说实在的，我真替你们感到羞耻。虽然这次月考卷子题目普遍偏难，但你们也不至于考成这样吧？就拿语文来说，即便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部分再难，那也是150的总分啊！你们一个个的连100分都拿不到，甚至连及格都没几个。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，不过有一点值得高兴，那就是整个3中历来的语文考试，还从未有人能考取满分，但这一次却有人考了满分150，而且就在我们班。满分150分，语文居然也有人能考150分的吗？简直牛逼啊！这人是谁？你们想的没错，我们班唯一一个语文考了100以上，而且打破了3中纪录，得了满分150的同学就是江南。单论语文，我是比不过江南了，但他总分只有600，我还有希望追上。男神不愧是男神，没想到他语文真考了满分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！语文满分啊，我可是想都不敢想，简直不可思议！以后他就是我唯一的偶像。老师，那江南外语是多少啊？老师，江南语数、物化生都是满分，想必外语考的也不差吧？考的肯定不差，不说满分，但及格绝对没问题，应该过了100，那其总分加起来岂不是有700？700，多么逆天的分数啊！我们学校从未有过如此高的分吧？老师，以江南的成绩，肯定一枝独秀，就算是那霸榜学校3年，被称之为超级学霸的一班秦风，这次也没法与之相比吧？太棒了，我们班终于也出了个超级学霸，能夺得全校第一了，不愧是男神！安静，都给我安静！你们别乱猜了，江南外语没有满分，没有100，也没有90，而是考了个零蛋，所以他的总分就是600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得了全校第2。啥？语文、数学和理综都是满分，加起来已经600了，可总分还是600，外语得了0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说江南外语交了白卷？故意的，这人是真的很秀。老师，那全校第一还是秦风吗？是，秦风总分602，就多2分。江南外语为0，光凭语文
数学和理综总分都有600，仅仅比秦风少2分，这感觉故意在羞辱秦风啊。另一边，与304班处于同一层，但位于走廊另一头的301班教室里，此刻其班主任肖达旺也正一脸复杂地公布着月考成绩。这一次我们班考得不如过往，但鉴于试卷比较难，也能理解。全校第一还在我们班，那就是秦风。他语文105，数学108，理综259，外语130，总分602，值得表扬。班级第2名是罗敏，他语文92，数学98，理综246，外语121，总分557，位列全校第5，进步很大，值得表扬。班级第9名是李明，语文85，数学55，理综230，外语140，总分510。这成绩好像哪里不对额？李明，你这次考的有些出乎意料啊！语文和理综还好，但数学是你最擅长的。即便这次卷子再难，也不应该只考55分，得好好反省。不过英语你居然考了140的高分，其中前面的所有题都是满分，唯有作文扣了10分，单科成绩位列全校第1，值得重点表扬。有些不对劲。若是过往老师念完我的总分成绩后，应该还会说各单科分数也都是全校第1才对。就像李明的外语140，位列全校第1。难道这次我虽总分全校第1，但各单科分数却都不是全校第1？老师，你告诉我，这次考试我是不是只有总分全校第1，而单科都不是？秦风，你总分已经是第1了，那单科是不是第1就无所谓了吧？不，从高1到现在，无论是总分还是单科，我向来都是第1。可这一次，我单科第1却全丢了，所以我必须知道。好了，秦风，你还是别问了，安心学习吧。这一次月考很难，尤其是语文和数学，比高考还难出不少，但你仍能考到602分，只要继续努力，考上清北的几率很大，加油！不，老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求求你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反正就算你不告诉我，等全校分数一出来，我还是会知道的，不是吗？我每次考试都低调控分90，但英语月考我直接交白卷，老师不仅不骂我，还让大家向我学习，年级第1的学霸差点气晕。老师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只有总分是年级第1，而各科成绩并不是第1？唉，这倒霉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？每次考试都囊括第1，从未碰到过对手，骨子里养成了一种傲气，目空一切。突然杀出1-2匹黑马，很容易对他造成打击，一个不小心，信心全毁，那可就完蛋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一定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没错，这次月考单科第1都不是你，其中外语第1是李明，至于语文、数学和理综的第1，则都被304班的江南拿走了。江南？居然是江南！3科第1居然被江南一人抢走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秦风，你也不要太激动，虽然江南很厉害，但其总分毕竟不如你。老师，江南3科分数都是多少？肖达旺神色复杂，欲言又止。既然能说，那老师你就告诉我吧。放心，一次失败而已，我能承受的了。那，他3科都是满分。满分？老师，你说江南他语文150，数学150，理综300？没错。那他总分多少？总分600，位列全校第2，他比你少2分，所以你真的很厉害了。秦风愣在了位置上，头顶无数问号。他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不会算数了，语文150，数学150，理综300，加起来总分刚好600分，没错，确实比他少2分也没错。但为何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？老师，那外语呢？江南外语考多少？他外语0分。零分？江南外语怎么会是0分？一个语文、数学、理综能拿满分的人，外语就算再差，也不可能是0分吧？没错，就是0分。那他是缺考了，还是空白没做？他既没缺考，也没空白，他把整张卷子都做完了，但都做错了，所以0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只要他做了，就算是乱写，也不可能0分才对。选择题总会碰对几个，作文总会的几分。别说秦风不相信肖达旺的话，在场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不相信。江南外语真是0分，他选择题全选错了，填空题单词没一个正确。至于作文，他用古希腊语写的，外语老师看不懂。江南就是为了羞辱我，才故意把最后一门外语考0分，总分600，恰好比我少2分，就是为了告诉我很二吗？与此同时，我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内，各科老师都在争论不休，都想抢我专攻自己的哪门课程。学霸绝对是万中无一的超级学霸，这江南就没有丁点偏科。你科科都这么厉害，都深不可测，深不见底，会让我们很为难啊。奥数、物理、化学和生物这4门竞赛，
你让我们怎么抢你，怎么争你？江南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数学才是最强的，应该加入我们奥数竞赛组，到时候拿个国一便能轻松保送，前路无量。老曹，谁说江南数学最强？你没看见他物理也得了满分吗？以我看，他物理更胜一筹，应该加入物理竞赛组，同样能拿国一保送。这个速度便能证明一切。江南更擅长化学，应该进化学竞赛组。不对，若论速度，江南做我生物卷子时才花了1-2分钟，好吧？所以他生物才是最强的。我强烈建议他要进生物竞赛组。放你娘的气！数学才是一切学科的基础，论含金量，奥数竞赛远高于其他学科。江南不参加奥数，又参加什么？老曹，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没错，但它也只不过是基础罢了。而物理则是升华，走物理一道，方能探索星辰大海，探索宇宙未来。所以江南更应该加入物理竞赛组。老李，你同样也是放弃。物理能探索星辰大海，但那也太虚了。相反，化学与生活息息相关。如果江南走化学一道，未来必定能成为专家、大师，能为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做出大贡献。所以我建议他加入化学竞赛组。不对，你们都不对。什么基础，什么宇宙，什么生活？要知人都有生老病死，人最关心的也是生老病死。再加一个我是谁？依我看，江南就应该加入生物竞赛组，将来成为一名生物学家。混，生物不过小门小科，又岂能跟我数学相比？简直就是自取其辱。物理前途更大，化学才是第一。几位组长、老师，我看加入哪科竞赛组，参加哪门竞赛这事，还是得由江南决定。很有道理。那好，就看江南的意见。无论他选择哪一科，其他人都不能反对，更不能阻止。同意。终于想到我了吗？江南同学，怎么呢？你是有什么难处吗？可直接跟我说。江南同学，这心态是最重要的，你可一定要稳住啊！我们希望你参加竞赛，也是为了你好，能让你少走弯路。只要能拿奖，高考必定加分不说，甚至能直接保送。各位老师，我没难处，你们也用不着争了。我个人决定，数物化生4科竞赛我都参加。傻，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？江南，你可要想好，同时参加4门竞赛将会分散你大量的精力，也许结果适得其反。何况物理和化学竞赛的初赛已经被安排在同一天，我个人建议你在参加数学竞赛的同时，物理化学再择其一就好。老曹说的没错，我的建议是，你就参加数学和物理竞赛，若真有精力，最多加上一门酱油生物就行，毕竟生物最简单。以你的天赋和实力，考3门难度不算大，可4门就……老谢，你凭什么建议江南参加数学、物理和生物，而将我化学排除在外？依我看，江南最好是参加数学、化学和生物，至于物理不考也罢。好了，各位老师，我已经想好了，4门竞赛都参加，希望你们同意。江南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都参加就都参加吧，我们这就给你报上去。你回去准备一下，下周1就是数学竞赛，周3是物理和化学，周5是生物。江南回到教室座位，桌子上放着好多信封。情书这么多？我本是低调的控分狂魔，不料一次月考暴露了我的实力。学校女生疯狂的给我写情书，白英英在一旁既生气又吃醋。胖子，你跟我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男神，你已经全校大火了呗！既是新晋的超级学霸，碾压秦风，颜值吊打老牌校草叶知秋。上节课开始，不断有女生来往你这里塞情书啊！死胖子，你就不会拦着点吗？你是没看见，我想拦都拦不住，没办法，作为兄弟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要知道，你可是有主的人，一边是我的女神白大校花，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奢靡野草，你选哪个？傻，灯红酒绿的奢靡野草，这跟我有啥关系？还有咱啥时候变成有主的人呐？死胖子，我已经够红了，你可别再乱传我八卦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这么说，你是选择咱白大校花了？算你还识相，白校花可是我心中唯一的女神，千万不能辜负她，不然我也饶不了你。至于这些野草啥的，就让我吃点亏，给你团灭了吧。此时，隔壁305班的叶知秋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江南旁边。你小子就是江南是吧？怎么，你找我有事？江南，我今天来是要挑战你。啥？都听见了啥？叶知秋当众宣告要挑战江南。莫非真是江南最近声名鹊起，抢了叶知秋的校草男神宝座，而后者不甘心？可真是要笑死我了！叶知秋居然想挑战江南，这简直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就是，论颜值，江南那张脸可是完美无瑕，甩开叶知秋不知多少条街。比成绩，江南即便外语故意考0分，都是全校第2，你叶知秋又算老几？江南，我要跟你比打篮球。叶知秋，咱作为学生，既然是挑战，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成绩吗？就是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全校谁不知道你是校篮球队的，最擅长的就是打篮球，还赢过不少比赛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叶知秋，你有本事就跟江南比成绩，语数外物化生，你任意挑选一门。江南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不敢跟我比篮球吗？敢，我当然敢，但我为什么要答应你的挑？
本来我不想答应，但你都把话说这份上，非要逼我出手，那我就随了你愿吧。哟，好，那就下午6点，我们篮球场不见不散。江南居然答应了叶知秋的挑战，而且还是篮球。江南成绩很厉害不假，但我从未见过他打篮球啊，确实没见过，他怎么能答应了？要知道，叶知秋可是3中的篮球之神。男神，你有把握吗？会不会太大意了？虽然我也早就看那叶知秋不爽，就知道顶着一张白脸，在白校花面前转来转去，但论篮球，你可能不是他对手吧？江南，要不下午你就别去了吧，到时候我跟叶知秋说，让他放弃挑战。胖子、英英，你们放心吧，不过是小小篮球而已，很容易的。队长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。高中3年，江南那小子连摸球的次数都屈指可数，更别说打球了。我敢肯定，他绝不是你一手之敌。待会儿你就好好虐他吧。就算他长得帅，成绩好又如何？不会打篮球，还称得上是男人吗？只要你打败他，虐哭他，你肯定会成为全校最受欢迎的人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见到江南那凄惨模样了，想想就很爽，很激动啊！男神，加油，你最棒！男神，爱死你了，你实在太帅了！男神，我要给你生猴子！男神，那个丑八怪居然也敢挑战你，你一定好好教训他！男神，让那学渣明白，身为学霸，你是全能的，就算是篮球也可干翻他。江南，没想到你还真的敢来。既然答应了，我为什么不敢来？好小子，你有胆，但比篮球，光有胆没用，还得凭真本事才行。如果我是你，就赶紧放弃比赛，向我求饶。那样我或许还能放你一马，不然的话，待会儿说不得会虐哭你啊！哼，这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直接说要怎么比，我还赶着去吃饭了。你马丢隔壁的，这江南分明是没把我放眼里啊！叔叔能忍，婶婶也不能忍。比法很简单，就比定点投篮，但不是投2分球，而是3分球。咱先从投篮开始，每人投3个球，看谁进的3分球多，就是谁赢，如何？比投篮可以，你先来吧，不然我出手的话，你可就要丧失勇气了。什么？实在太嚣张了！男神，你可千万不能小觑叶知秋啊！那小子我知道，投3分球进球率非常高。胖子说的没错，江南，你可不能轻敌。我听说叶知秋投篮确实很厉害。你们看我什么时候会做没把握的事？都放心吧。我本是低调的控分狂魔，不料一次月考暴露了我的实力，一时间女同学纷纷对我崇拜不已，气得校篮球队队长找我挑战比定点3分投篮。就在大家以为我输定了的时候，我使出了力挽狂澜的一招。什么情况？叶知秋3个球全进了，这江南还怎么赢？这下肯定江南赢不了。就算江南3个球都进了，也只是平手。更何况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江南碰过篮球。江南，你乖乖认输吧，以后给我离班英远点，见到我给我低着头绕路走，知道吗？就是什么档次也敢和我们队长挑战篮球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可不是嘛，江南，你以为你考试成绩第1就很牛吗？虽然我们队长成绩比不上你，也没你帅，但打篮球那是顶呱呱的存在。小子这会儿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吗？说得很好，下次别说了。江南，你记住，你输了，打篮球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赢我。没事，江南，你已经是学神般存在了，打篮球不是你的强项，下次体育课我来替你报仇。就是江南，人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特别厉害，他打篮球比你厉害，但学习他永远都比不了你。叶知秋，你既然听说了我数学、物理均能考满分，那你就看好了，打篮球我照样可以。什么？江南这是一次性要投3个篮球吗？3分球，一次投3个球，这人是搞笑呢，还是真有实力？我可听说这家伙连篮球都没摸过几次。肯定是就是个学呆子，根本就是装的。他要是能进去，我把名字倒着写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，学习好有什么用？体育不行还是男人吗？废物一个，最后的挣扎罢了。勾股定理、平均速度公式、动能定理、万有引力定律和欧姆定律、惯性、抛体运动、摩擦力和能量转换，这些都不用，看准目标，感觉至上。
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一次性进3个3分球，我是不是看花眼了？王胖子，你没看花眼，江南真的太帅了，不可思议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动作优美的简直要逆天啊！仅一眼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。我去，这还是人吗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做到？这么远，这么精，这么准，就算是 NB 最强神射手库里都做不到吧？不愧是江南，不愧是男神，不愧是集颜值和才华于一体的超级学霸。江南学长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实在太帅了。江南学长，你一定是最棒了，击败叶知秋那小丑了。这已经不是运气，不是技术，而是奇迹，真正的奇迹，打破记录。江南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想学吗？我教你。我为我刚才的傲慢和无礼向您道歉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数学和物理学好一点，就可以把力道、角度、风力和空气阻力等因素结合，列出一公式，再把篮球一带入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学霸的世界竟然如此简单。江南学长，你太帅了。江南学长，你刚才扣球的姿势好好看啊，看得我心都要坏了。学长，你用那么大力把球和篮板都扣坏了，手没受伤吧？学长，虽然我是女生，但我也很喜欢篮球，你能教教我怎么打吗？学长，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不仅是学霸，更是篮神，简直完美啊！学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？学长，我可以追你吗？学长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哼！时间很快到了下周一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的日子。今年奥数竞赛的赛场是在3中的参赛，一起乘坐大巴前往1中参赛。负责带队的是数学老师曹天元，参赛人员则有5个，除了江南之外，分别还有1班秦风、罗敏，2班叶涵，3班沈浪，4班秦雨墨，还有李明。而罗敏、叶涵和沈浪等人倒一直在聊天，但面色和话题都有些沉重。听说1中今年出了好多很厉害的人，上周月考那么难，但同样的卷子，可1中总分上600的居然有7、8个，其中一个叫柳凡的更考出了678的高分，简直逆天。不只是1中，2中也有一个叫杜江的，考了672，比我足足多了100多分。楚英下级考了668分，兰普孟川考了666分，还有4中的苏云。众人或多或少也收到了一些风声，得知了其他几所高中的最高分，无一例外能把3中按在地上狠力摩擦的那种。3中最高分是秦风，得了602，但人家的第1名却全都在660以上，还有2个670多。按照这个成绩估算的话，本次奥数竞赛我们是凶多吉少了，十有八九跟往年一样，咱们只是凑凑人数，得奖基本不可能。没错，咱们就是凑人头，注定被淘汰的份。当然，秦风除外，他初赛应该没问题，就看复赛能不能拿到好点的名次。对了，还有江南，江南上次月考的数学成绩可是满分，即便是1中柳凡，2中杜江，楚英下级，兰普孟川，他们也大大不如吧？我本是低调的控分狂魔，我却在奥数比赛上高调的拿第1。待会的考试，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，不用紧张，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，即便初赛没过关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已知实数 x y 满足 x 的平方 x 杠2 y 的平方等于1，则 2x 的平方加 y 的平方的最小值为……奥数题如此简单的吗？由已知可画一椭圆和一双曲线，证明两者相切，便可得到答案2/3加2倍根号3。第8题，已知 n 是等差数列，满足 a1、3、a4、12，数列 bn 满足 b1、4、b4、20，且 bn、n 为等比数列，求数列 n 和 bn 的通项公式，求数列 bn 的前 n 项之和。就这样的题，应该没有人不会吧？只要平日看过书的人，十有八九都会做。上次月考考满分太过于引人注意，带来不少麻烦。这次考试还是控分考低调点的好，控分考88分得了。这位考生，你刚没听清楚广播内容吗？考试期间不能离座去上厕所。老师别紧张，广播内容我都听了，我没想去上厕所。那你想干嘛？我做完了，提前交卷啊。这位考生，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，为自己的成绩负责。如果你没准备好，或者不想考，就不要来浪费名额，浪费时间。是啊，即便题目很难，难道你一题都不会做？也不应该刚开考就放弃，最起码也得写一点步骤，不至于得0分吧？啥？这题目很难吗？没有啊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，看一眼就会。虽然我没法拿满分，但也不至于考0分，再差近87、8分还是有的。87、8分，这位同学，你可真是大言不惭，居然还想考87、8分。要知道，
这可不是寻常考试，而是奥数竞赛。虽然只是初赛，但难度也不低。往年第1名也不过是87、8分罢了。今年的整体难度比往年还要高上不少。预估计这次第1名撑死也就85、6分了。奥数竞赛这么水的吗？那参赛的几百号人也太菜了吧！我真不想当第1呀！呵，你还真敢想啊！我看你就算想也没用，不到15分钟就交卷，若不是0分，我王姓倒过来写。没半分本事，却胡吹大气。你哪个学校的？江城3中。哦，原来是3中的，难怪如此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咦，这居然不是白卷，做了，他居然真的都做完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乱写，可他这字迹不错，很干净，上下整齐，似乎不像是乱写啊。这可是压轴题啊，是该卷子最难的一道题，往年能难倒9成9的学生，而今年貌似更难一些。他居然做对了，难道他说能考87、8分是真的？过去10年初赛第1都出自我们江城一中，可今年或许要易主。这次奥数试卷怎么会这么难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坚持，我要考取满分，我要战胜江南，我要证明我才是3中最优秀的学生。今年这奥数题怎么会这么难？简直了！话说上周市里统一出的那份月考卷子，我们1中总分最高只有678，上600分的只有17、8个，数学最高只有142，居然连1个满分都没有，简直丢人啊！我们2中也差不多，最高分只有672，上600分的只有15、6个，数学最高分只有141，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。谁说不是能？我们楚英都比不上你们1中和2中，我们最高分668，数学最高分只有140，同样没人能满分。唉，你就别叹气了，我们蓝普最高分都只有666，数学最高只有139，上回月考就属我们学校考的最差了。如此说来，今年大家学校的实力都一般，也不知有几人能考上清北，估计不会多，撑死也就1、2个吧。我们1中柳凡绝对能上，我们2中杜江也肯定没问题，我们楚英的下级10有8、9可以，我们蓝普的孟川有很大希望。听说4中也有个苏云，那3中呢？3中好像没人，暂且不谈。你们就吹吧。数学最高分不过区142。这次奥数竞赛虽然卷子很难，但只要江南不故意控分考差，拿个满分轻而易举，一个全市第1也必定少不了。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谁才是最终王者。这回考试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以前我也接触过一些竞赛题，虽然也难，但也不至于一道题都不会啊。怎么说，我也是自己学校里的前10名之一，数学考试经常满分，可今天得分很可能是个位数，都没脸回去见人了。还想着为学校争光，根本就是在给学校丢人。这竞赛再也不参加了。我本是低调的控分狂魔，我却在奥数比赛上高调的拿第1。还想着为学校争光，根本就是在给学校丢人。这竞赛我再也不参加了。这届学生不太行啊。我改了这么多份，连一个上80的都没有，甚至连及格都没几个。我这边也不太行，只有一个上了80，及格的也就3、4个，其他大部分都是20、30，甚至只有几分、10几分，也太凑数了。这也正常，毕竟奥数嘛，本就是鉴别真正天才和普通人的考试，平日里可能不好区分，但这奥数却跟照妖镜一样，让他们立马原形毕露。这张卷子有些不对劲啊。不对劲？怎么个不对劲法？难道是考得太好，得了满分？满分倒没有，他只得了88分。88，那也很不错了。前面所有成绩里最高的才84分，也是唯一上了80分的人。赶紧查一下，这位考第1的学生叫什么？来自哪所学校？那还用说，不是1中的柳凡，就是2中的杜江，亦或者楚英下级蓝普孟川。除了以上4人，其他人绝不可能。那万一冒出一匹黑马呢？呵，没有万一。奥数不比普通考试，没有一定的天赋以及长年累月的研究积累，绝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突然冒出头。咦，这位考生不是1中的？什么？不是我们1中的柳凡吗？难道是2中的杜江？不是，那是我们楚英的下级。也不是，那就只能是我们蓝普的孟川。都不是，这个人叫江南，写的学校是江城3中，他来自3中。什么？江城3中？这怎么可能？3中哪有实力拿着奥数初赛的第1？怎么就你们1中、2中、楚英、蓝普能拿着初赛第1，而我3中就不可以吗？老曹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对这个江南感到惊讶罢了。
他能考88分，夺得第一，显然其实力惊人。但我们之前却从未听说过，莫非是你们三中暗地里特意培养的天才？特意培养的天才倒谈不上，江南不过是我所带班里最平平无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罢了。上课就知道睡觉，从不听课。只是上周月考发挥还不错，得了600分，位列全校第2，仅此而已，比不得你们一中柳凡、二中杜江、楚英下级，还有蓝浦孟川。不对劲，确实不对劲，这卷子很有问题啊！啥不对劲？怎么说？最后一道解答题你们都看过了吧？当然看过，那是一道数列题，难度很大。他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不，没做错，而是做对了，且思路清晰，过程明确，找不到半点漏洞。啥？他做对了？没错，20分他都拿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道题虽然只是数列，但既然能作为压轴，其难度系数就不是一般的大，几乎不可能全部做对才对。且往年竞赛压轴题也从未有人能拿满分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他既然能攻克最后一道数列压轴题，其实力便毋庸置疑，尤其是对数列的了解之深，怕连我们这些数学老师都比不上。但你们有看填空题第8题吗？没错，就是求同项公式跟 n 项之和，但江南却都做错了，扣了8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做错？虽然那是最后一道填空题，难度也很高，但跟这道数列压轴题没法比，好吧？虽然考的侧重点不一样，可他既然连压轴题都能全部做对，但第8题应该也能做出来才对，这很没道理啊！而且没道理的地方不止这一处。第一道解答题一共2问，彼此虽然没有因果联系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第一问虽然有难度，但比第2问却简单得多。毕竟只有4分，明明连第2问都做对了，拿了12分，但第一问却做错了，扣了4分。江南这小子果然又是控分了。等江南替3中夺得省冠，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什么1中、2中、楚英、蓝浦，什么柳凡、杜江、夏吉、孟川，在我3中江南面前，通通都是菜。江南，今天的物理竞赛跟之前奥数一样，满分100分，时间2个半小时，你随便给我考个第一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是不知道，昨天老曹那家伙有事没事在办公室吹，我可真看不下去了。我尽量。据说那3中江南有状元之资。什么状元之资？不过就是拿了奥数初赛的第1罢了，他没那么厉害吧？呵，你也拿个奥数初赛第一看看。我听说之前的月考卷子江南只考了600，虽然不差，但也说不上有多强，可能就是擅长数学才能拿全市第一。但今天是物理竞赛，我研究物理竞赛题很多年了，有信心能压过江南，那就拭目以待。我参加4个奥林匹克竞赛，全部低调控分88分，结果还是第1名。蒋楠，他就是3中的蒋楠，长得真帅气，而且成绩也那么好，3经第一，妥妥是别人家的孩子。这才开考幾分鐘，他有提前交卷了嗎？咩叫有你唔知啊？佢之前奧數啦、物競同埋化競都係開考幾分鐘便交卷，然後佢都考咗88分。你也太厲害了吧？這還不算厲害，我家孩子是3中的，給你們爆個料，江南可是學生之神，能碾壓答題機器，任何題目在他面前都是兒戲。天之驕子，看來3中真要崛起了。天了，88分，他是故意在控分，明明有滿分的實力，偏偏只考88分。4進第一，江城前所未有，且分數相同，典型的控分狂魔啊！柳凡明明也有状元之资，平日考試都是滿分，為何會屢次敗給江南？我們學校的杜江也是，明明可以衝擊第一，卻又輸給了他。還有我們學校的夏吉，那也是天之驕子，超級學霸啊，為啥考不過江南？繼生川和生南，既然有了我們學校的孟川，3中何必多出一個江南？這簡直是天秀啊，帥爆了！5分鐘考完，4經第一，控分88，我願稱他為史上最強高中生。長嘅仲咁賴，雖然只係露面咗一下，但係睇得我心都化力咗㗎。又帥又有才，而家嘅後生仔都咁優秀㗎嘛，呢樣我哋仲點活啊？矮佬，從此他就是我偶像，可真是別人家的孩子啊！能培養出如此牛逼的學生，那所江城3中也很不簡單吧？等過2年，我小孩上高中了，也要送去3中，再也不送1中、2中了。楚英藍浦也不送了，私立學校學費高的嚇人不說，還沒人比得上江南。各位觀眾，晚上好，這裡是江城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。今天的主要內容有：今日江城3中一學生在4門奧林匹克競賽中拔得頭籌。據相關人士透露，此學生4門競賽都實現了88分的精準控分。不僅如此，江南在競技體育中也表現出非常人的天賦，擁有一次投進3個3分球的技能。原來在江城，他叫江南嗎？放下一切，趕緊跟我去江城尋人。
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原来他是滨海江城3中的学生，快，开车！哦不，开车太慢，给我买最早的飞机票，先飞滨海，再转高铁去江城，一定要抢在滨海省队的老王之前，重金把江南签下来。这等篮球天才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必须签进我的队。那明年 UP 总决赛冠军必定是我们的。那个谁，赶紧把我私人飞机开过来，去滨海江城3中。奥赛成绩公布后，江南火了，网上的男神口号是一浪高过一浪，并带起了3中作为死对头的1中、2中，楚英和兰普可就瞬间着急起来，他们都不想见到3中再次绝迹。当天晚上，无论是1中还是2中，楚英和兰普都紧急召开了商讨大会。1中某办公室聚集了高3年级所有老师，而数学组组长张静、物理组组长方启生、语文组组长陈泽以及化学、外语、生物3组组长也全都到场。1中校长公孙礼也在旁听。都说说吧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4科竞赛，咱们1中一个第1名都没有。最气人的是，怎么3中的却包揽了全部第1？我参加奥赛低调控分88分，却反被高调的夺得第1，气得1中校长连夜要挖我墙角。都说说吧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4科竞赛，咱们1中一个第1名都没有。最气人的是，怎么3中的确包揽了全部第1？要我说，咱也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。那3中都衰落多少年了，岂能凭一个人就起来？更何况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上次月考摸底，那江南的确只考了600分，在3中能排在第2，但放到我们1中，连前15都进不了，少了柳凡足有70多分。这次竞赛，他或许只是运气罢了。运气？1次第1是运气，2次第1也可能是运气，但现在可是4次第1，这已经不是用运气2字能解释的，而是真正的实力。他真有状元之资，甚至远超咱1中的柳凡。他有实力确实不假，但要说他能超过柳凡，有状元之资，我是不信的。毕竟上次月考他600分，而柳凡可是678分，相差了78分。这高考状元可不仅仅只是看数物化生4科成绩，而要看整体成绩。所以个屁！你们很多人一看就是坐办公室久了，太过安逸闭塞，仅凭道听途说，亦或者人家故意放出的消息，便信以为真。是，上次月考同一份卷子，江南的确只考了600分，比我们学校的柳凡少了78分。但你们又是否知道，他是在外语故意考0分的前提下，还有600分？什么？他外语故意考0分，还有600？这怎么可能？要知道外语可是150分啊，总分也就750。要是除去外语，那他剩下科目岂不是都考了满分？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？江南真的不一般，不仅4竞第1，上次月考的语数、物化生也全都满分。物化生先不说，就谈语数，上次月考的数学很难，我们学校柳凡考了最高分，也只有142。可人家呢，那是满分。至于语文满分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据我所知，整个江城乃至整个滨海省近10年来也找不出第2人。看现在这情况，即便只凭借江南1人，也有可能改变江城的格局。好了，别的话也就不说了，我和周主任已经决定，接下来要紧抓1中的学习风气，给柳凡等尖子生做突击的同时，也要尽可能把江南给拉拢过来。3中毕竟没落了，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环境，都远比不上咱1中。到了江南这个层次，3中能给予他的帮助不大，但我们1中可不同，只要他愿意来，我们不仅可以给其高额奖学金，还可以将其重点培养，助其实力更进一步。而且我们学校还有保送名额，只要他在竞赛中拿个省1，便可直接保送。陈老师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以从江南个人还有他家中父母2方面入手，只要能将其争取过来，即便耗费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。明天周6宜早不宜迟，你先跑一趟他学校，再去一趟他家里，我希望能尽快听到你的好消息。话说，为什么是我去啊？周主任，要不你再安排别人？老孙都点名了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谁让你刚才质疑来着？你不是不信江南实力吗？正好去亲自见见，或许真能将其拉拢过来。老曹、老谢、老黄、老唐，还有胡老师、杨老师，你们能教出江南这样的优秀学生，替学校争光，都功不可没，很好啊。胡老师，
你是江南的班主任，应该对他最是了解。你说说看，江南一般都喜欢什么啊？喜欢什么？校长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江南刚拿了4进第1，为我们学校争了光，学校难道不应该表彰他一下，并送他点喜欢的东西吗？那个江南具体喜欢什么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江南除了睡觉，就喜欢玩玩游戏，看看小说，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入手。玩游戏、看小说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送他一部手机吧。这个任务就交给小胡你了，你去查查现在玩游戏最好、看小说最方便的手机是哪款，晚上买来给我，明天有机会我亲自送给江南。还有，为了庆祝江南获得4进第1的好成绩，今天晚上整个高3年级都少上一节晚自习，想必学生们都会很高兴吧。所有江城3中高3年级的同学请注意广播，为了庆祝高3班江南同学在4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第1名，今晚最后一节晚自习放假自由活动。江南，你下晚自习别走，给我讲下奥赛中的题。